西藏一直都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。今天我们就来其中的一个西藏的圆光树。我们现在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它是一个圆镜的意思。一个圆光的成就者通常都是西藏的僧侣或者是成就很高的人，他们会从这个铜镜里看到我们常人无法看到的影像或是文字，但是我们一般人是看不到的，只有他们这些懂得圆光术的人可以清晰的看到。当时有一个维也纳大学的宗教博士，他在1956年到西藏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会圆光术的小孩，让他非常的惊讶。当时这个西藏的小孩手里拿的就是这样的一把铜镜。这个小孩子说铜镜里有影像，这个博士呢当然就不相信了，觉得不可能，因为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镜子而已，怎么说它有影像呢？小孩子说有影像，里面还有文字。博士说那你把文字写出来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研究宗教学的，尤其是研究藏传佛教的。然后这个小孩子就写，当他写出来之后博士吓傻了，因为他写的是西藏传统的一本书，非常有名，叫做《格萨尔王传》。为什么这种圆光术只有特定的人才能看到呢？我们现在科学家的讲法说，这面镜子它就像是一把钥匙，它可以打开千年的记忆之门。他们用时空隧道的理论来解释这件事，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西藏本土的宗教说这面镜子其实是天神所选的人，你要是很特殊的人才会赋予你这种超能力，你就能通过铜镜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一起学习做视频，做属于自己的 IP 账号，看完这个视频可以来找我参加文中野混剪训练营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西藏有26个人他懂得圆光术，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阿旺加措，他1913年出生，在他8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变故，他的母亲因为和佣人发生不正当关系，所以被家族赶出了西藏。于是他的母亲就带着他在外面流浪，到他12岁的时候就到了一间寺庙去当僧侣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寺庙来了3个活佛，这3个活佛来了之后就让寺庙把所有10多岁的小僧侣全部都找过来，一共有30多个。因为这些小孩子从小都是家境不好，没上过学，也不认识字。这3个活佛呢，就拿出一面铜镜给这30多个小孩子去看，问他们在这个铜镜里面能看到什么。这些小孩子呢，就传着一个一个的去看，前面28个都说看不到什么。这第29个小孩呢，他说有能看到的东西，但是很模糊的影像，无法确定是什么。轮到最后一个，就是阿旺加措，他看到这个铜镜的时候刚开始说铜镜里有光，但是那个光慢慢缩成了一个点，像是一个洞一样，然后这个洞又慢慢的散开，变成了红色，有红色的字体出来。这个活佛就说你把里面这个字照着写出来。当他把里面的字临摹画出来之后这3个活佛一看都吓傻了，随即又非常的高兴，因为他临摹出来的就是《格萨尔王传》，而且不是用藏文写的，是用非常古老的一种神秘文字，叫做古象雄文。西藏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有一个王朝叫做象雄王朝，这个王朝有他自己的文字。后来到了公元644年的时候便神秘消失了。这个小孩子竟然可以把象雄王朝的文字写出来，然后还让他接着写，就写出来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字，藏文。一个12岁的小孩子，他不认识字，竟然可以用藏文古象雄文写出《格萨尔王传》，非常不可思议。到他25岁的时候就专心的开始写这部《格萨尔王传》。在他写的时候呢，就是边看这个铜镜边写，就好像我们看着 iPad 一样。到现在呢，他已经写了第25部了，25部已经接近几百万字了。我们要说一个人他要是光靠着记忆去写几百万的字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其实这就是和西藏说唱艺人也非常的类似，一个是看铜镜，一个是一觉醒来就开始背诵，表达方式不同，但是目的相同，都是通过一种很神仙的方式将后人传承格萨尔王传。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形成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。